谢谢，嘿，谢谢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鹿啊，嘿，我最近呢在备孕啊，这句话你们是不是感觉什么时候在哪里听过？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，在这里听过，还有前年的这个时候，在这里也听过啊，一年又一年过去，我的项目还没落地，我现在像个备孕界的老赖。再宽限我几天，下个月肯定怀。我现在久备不孕啊，家里人都不催了，他们甚至会开始帮我打圆场了。有那种亲戚问过来说：“哎呦，小鹿他们是不是身体有问题啊？”我爸妈：“哎呦，没问题，他们身体没问题。”哎呦，这现在大环境有问题啊，什么 AI 外卖预制菜啊，还有她老公托马斯他们家英国祖坟风水有问题啊，别听他俩瞎说什么备孕，其实私底下烟酒都来啊。我从来都不抽烟啊，现在也不喝酒了，每天都喝中药，扎针灸，吃叶酸，补充维生素 A、B、C、D、E、钙、铁、锌、硒、辅、镁、Q、10，基本每天送服一张元素周期表。我的身体在炼丹，再过3年我能生下一颗魔丸。我现在太补了，现在托马斯亲我一口都要流鼻血。亲完之后，哦呦，好上头的女人。托马斯也在喝中药。这个外国人喝了人生中第一口中药，就理解了为什么中国人形容努力要说吃苦。他现在吃的苦中苦，就为人造人。也理解了比冰美式更苦的只有热中式。我听说塑料包装里的微塑料是有可能会导致不孕的。所以我现在全面拒绝。刚才在后台，演员递过一瓶瓶装水，我说不用了，我在备孕。他看了看那瓶水，以为自己递的是一瓶避子汤，又看了看我，那个眼神好像我是那种冷宫里的风妃。就在他的想象中，我肯定每天都在加微塑料，微塑料，杀了微塑料。备孕需要情绪稳定。脱口秀最重要的就是情绪不稳定，所以我现在呢减少了演出现在每天11点前睡觉，不上社交媒体，不喜欢的人就不理，拒绝有效社交，停止向外证明，全面自我中心。再这么发展下去，要么孩子出生，要么我出家。我朋友听完我的备孕日常之后跟我说：“哇，你现在好爱自己呀！”我说：“爱啥呀？我都是为了备孕。”他说：“你就是为了自己呀，你在善待和照顾自己。你想想，你现在都愿意为了自己暂缓事业生孩子了，还说不爱？妈呀，磕到了！我不爱江山爱自己。”我披着备孕的皮，行爱自己之实，霸道自己爱上我。重生之我在苏州河畔爱上久备不孕的自己。哇，好先锋的 CP 啊！我写出这个段子的时候，我觉得 AI 永远都替代不了我，因为 AI 不会爱自己 ，AI 就没有自己。真的很像一个风飞。我现在太爱自己了，你想想，我都愿意复制自己的基因了，那相当于愿意把自己的专场放到线上了，说明我对自己太满意了。你想想，我去复制一个携带我的基因，但是又比我更好的小孩，那算不算遇见更好的自己？家人们，不要爱抽象的自己，去备具体的孕。备孕可以帮你挡掉所有你不喜欢的事情。你出去应酬，别人让你喝酒，你说不用了，我最近在爱自己，听起来像个走火入魔的嬷嬷。但如果你说我在备孕，道德高地，对吧？周末团建不想去，我在备孕对象想跟你亲热，我在备孕，不能熬夜。备孕太好了，我觉得备孕把爱自己具象化了。我现在沉迷备孕我现在都有点怕怀上了。我甚至产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，我觉得如果全世界都开始认真的备孕的话，这个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。你们先别骂，
听我解释一下。首先，我们要破除对备孕的刻板印象，备孕不是怀孕，就像背单词不是考托福一样，不想生也可以背啊！不要因为你是一个单身男人、绝经女人或者100岁老人就不去备孕。备孕是一种生活方式，备孕不是为了生人，是为了人生。如果全世界都开始认真备孕，世界和平，战争都打不起来，因为备孕的人上不了战场。我们不能熬夜，啊，不能接近有毒物质，不能情绪不稳定。你想想，那战场上炮弹一响，多少二手烟？无人机一炸，多少微塑料？啊，那坦克一开过来，你情绪多激动啊！看到举着坦克的吴京。哎，我现在沉迷备孕，我甚至还录了一个真人秀节目，全程记录我备孕，隐私全部暴露。托马斯啊，检查出了一些生育问题，非常的有损生育。我现在不能透露，反正播出你们看吧，可以说是一举推翻了大家对于外国男人的刻板印象。他现在啊，都开始顺着电线杆找偏方了。都说备孕的压力要越小越好，我这么真人秀、脱口秀的昭告天下之后呢，确实很难压力小了啊！以前观众见到我啊，小鹿喜欢你，以后观众见到我啊，小鹿。加油！托马斯，你更是啊！总有朋友劝我说放松一点，说孩子呀，往往就是你最放松的时候就来了。真的吗？我最放松的状态，那就是熬夜、喝酒、吃外卖。啊，什么最放松，越放松的时候越能怀。那我这辈子最容易怀孕的时间，那就是我高考结束那个夏天。不可能，托马斯还在上小学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放松的干成一件事情，因为我人生所有的经验都是这种竭尽全力之后先苦后甜，所以我会觉得这种久备不孕、苦尽甘来遇到你，才是我的孩子该拿的人生剧本。我希望我的孩子以后出生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干了。备孕啊，改变了我很多。其实现在除了备孕之外的事情，我都放松了很多。比如说像今天魔王挑战赛，谁想来打败我什么的，我都非常的理解并祝福。非常的理解啊，大家都来吧啊！毕竟谁不想打败一个久备不孕的脆弱女人呢？开玩笑，开玩笑啊！我觉得脱口秀比赛啊，跟怀孕一样，努力很重要，很需要努力，也需要运气。很高兴能成为大家脱口秀的验孕棒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小鹿。坐票，咱快点聊，然后你就该休息休息，好吧？卢宇老师，这个跟小鹿其实是老朋友了。对，我现在想想，我其实真的一路作为观众或作为采访者，一路看着小鹿有很大的改变。我第一次看小鹿的线下演出，其实是我看中文脱口秀演员的第一场演出。就是女儿红对对对，在北京。然后我上一次见小鹿是她拿了第2名之后，我们做了一个采访，眼中花树。那时候小鹿现在完全不一样，你当时有多么的惊慌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，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说，老师这个可能之后要剪掉。对，他每一个句号之后就说这可能不行吧，可能要剪掉吧，然后不断的修正自己。其实到现在也就是2年的时间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啊，是吗？你不觉得吗？你今天的表达多么的畅快自由，然后也很勇敢，太棒了，像个风飞。这难道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吗？最好的状态吗？对对对对，为你高兴。谢谢，我也很开心。自己现在我觉得状态比原来松弛很多。其实像今天比赛我也很紧张，我在台上也是麻了。但是我原来在后台我就会觉得怎么这么没有出息。那我今天我就会觉得不要去谴责自己，
这个状态是没有问题的。任何一个喜欢尊重舞台的演员，上台之前都一定是紧张的，那就接受这个紧张，那我要享受这个紧张。所以我现在终于愿意花时间跟自己待到一起，并且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，讲了这么久，一个梗都没有。是，再不好笑就要露宿街头了。我的天哪，你这能量太强了！他既好笑，又能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，这个真的是挺难的，就是能把生活的这些细微，从走过的路上，从砖头缝里边，从鞋印里边把它抠出来，重新整理出来，这是一个挺难、挺了不起的一个事儿。痕迹学，谢谢。非常喜欢小鹿。从奇葩说就开始看你，一直到现在，然后特别喜欢几单第一集你说的那个关于爱自己的事情，我特别想问你，现在愿意跟自己做朋友了吗？我愿意了，而且我现在的我是很喜欢自己，因为昨天睡得很少嘛，今天要比赛，我就状态非常差。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，我就跟自己说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哎呀，让你太辛苦了，哎，没事，咱们就是今天熬过去，之后有几天休息的，我就会很温柔的跟自己说话。我也会这样，是吧？就是包括你刚才说你那个上场情绪也是，就是我以前我也会谴责我自己，可能会有同样的一种经历，或者是在一种情绪当中，就很能共情到你。他也特别能，你知道吗？你刚才在说你生一个宝宝可能会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，然后郭麒麟从来都是他这种笑声，你知道他不会大笑，他刚才就是我在想说怎么把你给说动了是吗？他也想遇见更好的自己了。是，我也疯飞了，我现在。其实我觉得小鹿姐刚才就是后边这段 talking， 我其实感触更大了。如同我这第3次来到咱们这节目，然后点在于哪儿呢？因为我特怕自己过时，我也挺自诩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人吧。但是我就觉得你要每年脑子不找个地方动一动，好像真的你会被淘汰。您得和观众朋友们心连心啊，是不是？你得和青年演员朋友们心连心啊。就是我得知道现在大伙儿觉得什么样的东西是好笑的呀。所以就也强迫我学会你们俩这招了。今天一会儿回家我就跟自己多聊2句，我让真可爱，小玲玲。小玲玲，哎呀，今天说的又不错，真会夸，真好。爱情。